我下班了，你呢？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在家远距工作，听起来是很美好啦，但其实要适应的地方很多。有些人觉得加班的情况更严重，甚至都没有真正下班的感觉。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？我是一个住在新加坡的设计师，远距工作的经验已经超过1年了。今天我想要用我的经验分享一下我提高效率的诀窍。上班穿着。Dr. Devon Patterson 心理学博士说，在家工作容易让人觉得沮丧和忧郁，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工作跟生活的界限太模糊了。他建议把自己打扮得像去公司上班的样子，就可以建立生活的界限。这也是很多人说的仪式感啦。我发现只要穿上某几套上班也会穿的衣服，像是这个，或者是这个，看得出来我是一个很爱露肚子的女生。穿着得体就更容易进入状况，工作起来也更有自信。手机背面朝上。现在人手一只智慧型手机，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接收讯息，就算没有讯息来，也会不自觉的想要拿起手机来看一下。根据一项 Discount 2017年的研究，每个人每天平均点击滑动手机的次数高达2617次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注意力无时无刻都被分散，精神永远无法集中，间接的呢也会影响工作效率。所以现在我宁愿把手机翻过来，等到有空，比如说吃午餐或是休息的时间，再打开来看。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可以让自己更容易全神贯注手头上的工作，比较不会被分心。集中会议。远端工作的其中一个缺点，就是没有办法马上跟同事面对面沟通，线上会议难免会变得比较多，频率比较高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我自己的工作不只要开很多会议，同时也需要腾出时间来完成设计稿，因此呢，我会尽量把会议安排在同一天。没办法在同一天，那就集中在早上或是傍晚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建立一个规律，比如每周挑1天是开会日，2天不要安排会议。好处是创造一个比较长的时间，完成难度比较高的工作，并且把小任务像是回信、看讯息等等的放进会议和会议之间的零碎时间。我同事甚至有人直接在日程表上标上忙碌的状态，这样其他同事就不会在这些时间安排会议。可能不同工作性质的状况也会不一样，但不管做什么，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工作行程，就可以当自己时间的主人。听音乐。听音乐是不是会让人更有效率？见仁见智。但我曾经看过一篇研究指出，在工作的时候听音乐，其实可以提振心情跟提高工作表现。我不是无时无刻都需要音乐，但当我在做创作类型的任务，像是设计稿啦，或者是找灵感的时候，听音乐可以帮助我进入心流的状态。我推荐 Spotify Lo-Fi Beats 的播放清单，很赞。站着工作，在家就是容易久坐，懒得离开座位，一直这样真的会胖。我会尽量站着工作，脚酸了就坐下来，逼迫自己多活动。这些小动作虽然不会消耗特别多热量，但是整天下来活动量一定会比坐着的多。有些人会买升降桌，但是我建议从垂手可得的材料开始，找箱子放在桌子上垫高，或是厨房料理台的高度适合的话，也可以试试看。当你习惯了之后呢，有预算再买比较进阶的升降桌也很 OK。不要在电脑前吃饭。都已经在电脑前面工作这么久了，吃饭就不要在电脑前面吃。要吃就在餐桌上好好的吃，或和家人一起享用，这样才不会觉得连吃饭你都在工作。提振精神的活动。你有没有发现在家工作的时候，会想要打开冰箱又关起来，再打开再关起来？我自己是一开始外送叫的特别多。研究指出，人们长期待在同一个单调的环境，就会产生无聊的感觉，这时候多巴胺分泌会减少，大脑会强迫我们做一些事情来寻找刺激，食物就容易变成我们抒压的管道。
但你要知道，这种刺激不一定只能靠吃东西来获得，做一点其他的活动也可以得到这个快乐的感觉。像我就会鼓励自己做一个简单的10分钟腹肌运动，适当动一下，心情也会自然而然的变好。但记得不要流太多汗，不然没时间洗澡还蛮臭的。准时下班。下班后就不要想工作了吧，好好的充电休息，时间一到就关掉电脑。就算你想要加班，也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限。然后下了班就把时间花在自己的兴趣上面吧。我最近特别喜欢听 podcast， 矽谷轻松谈还有左边茶水间是我个人很喜欢的频道，推荐给你。老话一句，工作不是我们的全部。我知道说的比做的简单，但是呢，还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好好休息，隔天早上才会有精神开启另一个美好的一天。以上就是我的经验分享，希望可以对你有一些帮助。我的建议呢，是先从小地方开始，再慢慢调整到自己理想的工作效率。那今天就这样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